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欢迎来宾，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延廷将军。思敏好，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思敏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赶快来关心中东的情势。今天特别来关心到的是，很不幸的，在这一场美伊战争当中，美军他的死伤数字不断的暴增当中。今天持续的来关心伊朗，他击落了在美军这边部分的加油机之外，还狂轰美军基地。另外，穆吉塔巴最新的最高领导人，他也宣布了接下来要封锁荷姆兹海峡，轰炸美军基地，这些动作会做持续。中东战争持续的引爆当中，好，今天要来看到的是穆吉塔巴，人家说他消失了好一阵子，但是没有想到呢，这一回他在社群媒体上还用了蓝勾勾啊，赶快来放话。他说，接下来他会把荷姆兹海峡给封锁之外，还会持续的大力道对中东的美军基地发起猛烈的打击，誓言他要为他的父亲来做报仇。美伊战争爆发之后，伊朗它始终它的力道看起来到目前为止没有减缓。我们要来看到，确实也造成了对于美军来说是非常高的代价。有非常高的一个死伤数字，我们要来整理一下目前为止的最新进度。首先，在13日这一天是发现了美军的空中加油机在伊拉克的西部坠毁了，这是伊朗说的。主要就是因为被导弹给击落了，造成机上6个人全部都罹难。伊朗说完之后，美方则是反驳，他说这一起意外并非敌对的攻击或者是友军的误击，那真实的状况是什么呢？至今还未明。另外，我们要来看到在海上了，福特号在红海12日这一天发生了火警，2名水手受伤。另外是最新消息，伊朗革命卫队称的，透过导弹跟无人机的攻击，对林肯号造成了重大的损伤，令航母失去了作战能力。这是最新消息，来自于伊朗革命卫队最新的说法。所以目前看起来有2艘航母，根据伊朗的说法，都是受到很大的影响的。持续来看到伊朗的攻击，还包括了在11日这一天，狂轰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基地，发射的是2枚的飞弹，美军超过140个人受伤，当中有8个人是重伤，非常的严重的，包括了造成了脑外伤，还有弹片伤、烧伤，有人还需要截肢。另外，伊朗的无人机也袭击了科威特这边的美军设施，初步的统计有6人死亡，多个人受到重伤。我们要来持续看到，除了真的有许多人伤亡之外，针对于这些油轮、海上的油轮，伊朗则是使用它的炸药船袭击伊拉克的水域，2艘美国的燃料油轮烧了起来，造成1名船员死亡。再来看到海军基地在巴林的部分，就是主要是美国的第5舰队的所在地，这边的海军的基地也被摧毁，它的关键设施，美军的战力现在也都受到了影响。再来看到的是来自于战场上的军人，美军是这样形容，他当时参加了这场在科威特的战役，他回忆当时的状况还是余悸犹存的。他说，当时的掩体外浓烟四起，火光漫天，场面疯狂混乱。他被弹片击中之后，脾脏受损，手臂、脸都受创了，脸部神经损伤到现在都难以微笑。他说，正在努力的治疗，并且恢复当中。川普最新发文，我们带观众朋友来看到，他说美国正在全面的摧毁伊朗，扬言今天等着看这些疯狂人渣的下场吧。他还说，身为美国第47任的总统，能够杀死他们是一种莫大的荣耀，这是来自于美国总统川普的最新说法。好，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是空中加油机被击落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美军在中东的空优远程打击，难道受到重创了吗？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是个单一事件，但是从单一事件来知道，美军在这方面的风险管控是出了一些问题，应该是这个样。因为空中加油机 K7135哦，它有3个是要固定的，这3个刚好也是它的短板。那伊朗今天它的突击队或者是它的特战部队、特工部队，如果出动的话，布置得好哦，可以撂下几架。第一个它起飞的都是低空起飞的时候。要爬高到5000公尺，也就是15000英尺，这是它短板。因为这是肩射式的地对空的飞弹，可以把它打下来。
那上面载满了油，它可以载多少油呢？载60公吨的燃油，相当多，就是60公吨在11万公升啊。那因为油比水轻，然后这个时候它是固定的机场，因为 K713我要给空中加油机加油，然后再去执行空中加油，这个有相关的设备，不是每个机场都有。那它是固定的机场，所以伊朗就要知道美国的 K7135还有美国 KC46在哪几个基地被伊朗知道了，那准备特工部队专门等它起飞就把它这个地对空刺针飞弹就去了，或者沙姆六飞弹就去了。这个人西市这个很容易潜入。那第二个，它返航的时候它也要下降，现在到5000公尺的就15000英尺的时候，它固定航路加入 IP 点，然后进入到5边准备落地，这个阶段是它最脆弱，这可以延伸到30公里外。你的幅员那么大，你怎么样去守？他说有一个拿着刺针嘛，等到情报来了就把它干掉，这是它短板。一个是起飞，一个是反降。那第三个短板在空中加油的时候，那空中加油的时候是最脆弱，因为它在旁边给旁边战机加油，2架到10架，因为他们这是空军。空军用的是软式加油，海军用的是硬式加油。软式加油，这在软加油的状态之下都在飞行，不能乱动。你乱动的话，两个在空中相撞会有扰流。那还有那管子一卡住，当然它管子一到某一个力量还会脱锁，自动脱锁，也会为了安全保障，它有这方面的设计是没问题。问题是在空中加油阶段，它怎么等到？这时候这个美国的 K713要不要开敌我识别器？要开，要不然怕误击。你开误敌我识别，别人也会知道你在这边。那现在你也知道。无线电一定要通信，它通话够连。那你也知道，无线电是不保密的，因为有木瓜族，有火腿族，也有我们所讲到的这些所听到的那些，对的这些无线电的玩家，他就知道，通信了，现在在加油了。一给那个特工人员又等到了，都有可能呢。因为所以我们这3个拦截点可以给这个 K713有致命的，它只是撂下其中1架，是那几个固定的，他都会知道这个是固定的几个机场。固定要起飞。现在就是说，所有的以色列出任或美国出任都要空中加油。为什么？因为伊朗啊，它整个东西的宽度是2500公里。它现在你从波斯湾进来，你要不要炸里面的？外面的被你炸完了，里面要不要炸？要。那你从以色列到伊朗1000公里，再深入1500公里，你就飞了2500公里。那你回去也2500公里，有5000公里哎，空中加油好几次。没有一架战斗机可以飞5000公里的。对。轰炸机、运输机可以，战斗机全世界还没有说有一架战斗机可以5000公里，没有，它这个油量有限，一定要空中。那你是不是空中加油的走廊被伊朗知道了？你空中加油廊在什么呢？固定在那个地方空中加油，那个地方比较安全，但是却漏了短板出来，让伊朗掌握。伊朗特工人员、特战人员，还有他的潜伏的敌后部队，就实施狙杀。所以这是第一架，所以我认为美军一定要特别小心这3个拦截点被伊朗所掌握。好，这个是第一架第一架的空中加油机被击落下来，被美军视为是很重大的一个挫败。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讲了嘛，这个美军的基地很多个基地都被轰炸。根据伊朗的说法，70%的美军基地在中东都被轰炸，到底怎么回事？尤其现在看起来，美军的重大伤亡的数字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慢慢的浮现出来，越来越多，这是一个转折点吗？将军怎么看？如果说是按照科威特这个受伤的士兵希克斯他的回忆，记者去访问他回忆的说法，我觉得美军这个现在一点那种作战的警觉都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发生，美军以色列是在2月28号主动对伊朗发动攻击嘛，那你已经对人家开战了，你这些士兵怎么在这个你的基地里面一点防备、一点那种战情、一点敌情观念完全是没有。按照他的叙述方式是什么呢？他在那边，他看到先是听到声音听到有飞机的声音很大声过来，然后他抬头一看，他看到有一架飞机往他们这边冲过来，紧接着就爆炸。那我们从他的叙述里面，我们第一个知道，这美军在科威特基地，他们把它当度假。他们之前认为说到中东去是在度假，那边是很舒服的世外天堂，比在美国本土还舒服，所以他们完全没有那种战备警觉，那仗都已经开打了，你们居然还在这边一点这种钢盔也不戴，然后防弹背心也不穿，然后还在那边跟在度假一样，那到底被袭击的当时你们究竟是在喝咖啡还是在怎么样不晓得但是照他所叙述的，并不是在执行战备任务，这是第一个，我觉得他没有敌情观念。第二个来讲的话，这
这个无人机我们都知道，它叫做见证者136，在俄乌战场上，连我都知道，他们把它戏称为什么叫做小摩托啊？为什么叫小摩托？就是它声音很大声，它是那种就是50cc 的这种摩托车引擎在发动，所以它老远就听到声音，这个士兵也听到声音。你为什么听到这种声音？你不晓得说是这个是敌机来袭，赶快卧倒或赶快找隐蔽部，你还抬头去看。这第二个证明他们完全没有训练，说这个是敌机。那第三个，我觉得这个你既然是美军的基地来讲，你这种飞机不是打不到，它时速只有100多公里，是很慢的这种速度。那你如果说是用50机枪的话，你都可以将它打下来，不是说不能打下来的。你不要说用导弹啊，这个依照我们陆军来讲的话，像这个时速100多公里的，我们陆军以前有个叫做对空监视哨，你知道吗？如果各位观众有兴趣的话，这个你看它四周就是50机枪而已，就是我们每天都要派对空监视哨在那个地方。那你这时候你这个基地外面居然没有派对空监视哨，如果有对空监视哨，你一挺50机枪哦，或者是4管50机枪，那种传统，如果说你美军以你的装备的话，你3-5快炮，这种都是很传统的火药，你都可以把这个飞机打下来。你不见得一定要用到刺针导弹啊那种高超，用武器就可以打。可见得他们完全没有防备哈，所以可见得美军在这场战争里面哈，这个就太过于自大了。认为说自己天下无敌哈，这个不把这个伊朗当一回事。那你另外从几件事情也可以证实啊，譬如说福特号这时候失火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很可能就是官兵太疲累了哈，这个连续11个月在外面执勤，那一定会有所疏忽，所以造成这样失火。在这个时候失火，失火可能对舰体伤害不大，可是对面子挂不住。新闻一爆出来，你美军到底在搞什么？到时候全世界会瞧不起你美军。是好，那老师又怎么看？这是一场全面的消耗战吗？长期的？听到2位将军所讲的内容，我提出一个结论，就是美军绝对不是所向无敌的啦，啊，因为大家要了解这里面的情况。首先第一点呢，那个空中加油机啊，美国矢口否认的结果，我得到这个消息是看大陆的央视里面所报道的，而且非常非常详细啊，机上的人员全部都死亡。刚刚我们将军一讲，要打下 KC-135的这个空中加油机，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的，但是美国现在觉得很没有面子，矢口否认了。啊，那么基本上我比较相信央视的报道，那的确被打下来了。不管怎么讲，因为发生的怪事太多了嘛。前一阵子来讲说是科威特连续打下3架 F-15，那个时候我记得你坐在旁边讲说 F-15飞得最快，居然被打成这个样子啊！那个就是说是里面都说是误击，对不对？都说是误击，哪来这么多误击啊？对不对？好，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呢，那个福特号，因为现在有3架航空母舰嘛，对不对？福特的、林肯的，还有那个乔治布希的，准备往那边去。那个林肯挨了弹以后呢，跑到1000多公里以外的话呢，那么就是躲的，因为他一挨弹的时候，代表一件事情，就是你刚刚讲到说是这个穆杰塔巴他们讲说。他今天在 X 发表，他就3项原则。第一个的话呢，荷姆斯海峡是绝对封闭的，啊，你要过来的话呢，其他各国麻烦你叫美国的驱逐舰来护卫你，来试一试，那就是太有把握要打掉你了。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那这个福特舰的话呢，前一阵子就是电池弹射有问题，后来是厕所有问题，那现在是连洗衣房都烧火了。那这个还得了？很多人就在讲说，是不是福特舰里面的官兵觉得说这场仗打不下去了，缺乏公义，也缺乏什么理由啊？是不是官兵自己在搞？原来厕所搞不通的时候，就会觉得我们大家都有经验，那厕所让不通，你把东西丢下去就不通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然后第3点的话呢，我是觉得说是那个美国现在，因为我今天看到那个希克斯在讲到那个科威特的那个兵啊，虽然我们刚刚厉将军讲得非常清楚啊，这一点防卫意识都没有。美军到中东去当兵，纯粹他自己讲的是度假。我小的时候看到美军啊，我9岁的时候美军才走啊，美军在台北真的跟度假没两样，你知道吗？我家里一个朋友，他一个房子租给美军了，那不得了啊！我跟你讲，美军的生活简直是糜烂不堪的啊！那大家会注意到，因为他们生活好，有钱嘛，对不对？生活水准高。可是呢，在这种情况下来讲，你到了科威特，用度假的心情来面对一个惹到这个穆杰塔巴这种家国仇恨这么深的圣战，请大家记住啊，对于这个伊斯兰教里面的什叶派教徒来讲，把这个哈梅内伊干掉，等于是把他们的心中的神干掉一样的问题，你就可以了解到这个仇恨已经深到一边这么恨啊，另外一边这么轻敌，那这个仗怎么打嘛？怎么打？是。
好，谢谢苑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要来持续关心到的是，在这一场美伊的战争当中，大家就在看说，为什么伊朗在近期它的打击的力道，还有它的精准度，为什么特别的高？现在有一个说法，是不是主要就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北斗卫星在这个战场上面发威了呢？所以伊朗能够精准的命中许多的美军基地。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穆吉塔巴也就是这个伊朗最高领袖，现在也发文说要号召圣战。还联手谁呢？真主党来一起打残以色列的铁穹，被真主党给打破了他的神话。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特别做关心3个火箭话题，我们等一下一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伊朗再发动了另外一轮的真实承诺，这一次呢精准的狂轰了美军基地，是不是跟中国大陆的北斗卫星有关系？来自于伊朗的说法说，美军的中东据点有70%都已经沦陷了，真实性如何呢？再来第二点，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黎巴嫩真主党，他只靠了火箭弹就打破了以色列的铁穹神话，还不是使用伊朗的这些高超音速导弹哦。为什么以色列这一次真的挡不住来自于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一些火箭弹的饱和攻击呢？最后，我们今天会来关心到的是，大家就在看说穆吉塔巴已经消失好一阵子了，突然间在社群媒体上发文，但是他还是没有现身的，是真的受伤了，还是战略上面一个做表态呢？他是想要吓美国跟以色列，还是趁机做内部的动员？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先来看到伊朗的精准打击哦，这一次真的是打中了许多的美国在中东的基地，这当中包括了在卡达乌代德基地等等，还有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都是伊朗的目标。他们说70%的美军中东基地都已经受到了摧毁。北斗卫星真的有助攻吗？我们要知道的事情是，在使用北斗卫星之前，伊朗在去年对上美国的12日战争的时候，当时还是用美国的 GPS 的，但是没有想到在战场上面受到美国的干扰哦，所以他现在决定要全面转向使用北斗卫星了。那现在我们也来看看北斗卫星跟 GPS 的比较，为什么现在伊朗反而比较喜欢北斗卫星？先来看到它的数量，北斗卫星有45颗 ，GPS 只有24颗，其实在精准度上，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出差异了。北斗卫星的精准度是3.6到5公尺，那么 GPS 则是5到10公尺，所以北斗卫星的精准度还是比较高的。再来，北斗卫星是3种轨道的混合，但 GPS 只有1种轨道的混合。特别请教将军怎么看这个伊朗改用了北斗卫星，对于它战力的提升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当然这是很明显的，伊朗的不管它的无人机或者是它的导弹，它的导航其实道理就是要用这个卫星来做导航先输入它要攻击的目标坐标，然后借着卫星来做导航。因为以伊朗现在的军事能力，它可能没有办法做遥控，包括它的现任的无人机都是这样。所以它一开始输入一个目标以后，借着卫星导航，它自己飞机就去攻击你给它定的那个目标点，它在做这个攻击。那为什么这次的北斗卫星它会比 GPS 要好用，更好用？第一个，它的不容易会被干扰到，这个很巧妙。你知道为什么北斗这个 GPS 美国没办法去干扰北斗卫星嘛？那反而其他的大家都可以去干扰这个 GPS， 反而美国不可以去干扰北斗，因为他们所用的频谱那个 GPS 先发展出来嘛，所以它用了很多的频宽，几乎它都占满了。那北斗只能用从中间的，它没有用到剩下的频宽，由北斗来用，所以北斗变成在利用这些频宽剩余的空间价值。但是没想到这反而造成北斗不容易被干扰的因素，因为你如果说是要去 GPS， 你要去干扰北斗的话，你连 GPS 自己都会被干扰到，所以说美国没办法去干扰北斗，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北斗当然它的卫星颗数比较多，45颗然后 GPS 24颗，我觉得还有最大一个因素是这个北斗的授时更为精准只有大概10纳秒。什么10纳秒呢？这个
就是说，其实卫星定位很重要一个因素是受时精不精准一纳秒等于10的负9次方秒，你看那个多精准那我用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来跟大家讲，假如说我们以前古时候，你知道他们这个船员航行的时候，怎么样来定位它的这种经纬度嘛？就是说，比如早上6点钟太阳出生的时候，我拿一个时钟现在6点钟太阳出上来，那我开始向东航行。当我航行到某一个地点，一看，5点钟的时候太阳升上来，这时候我就知道我在经纬度几度，是吧？是。它是用这种方式。那所谓的这个授时，就是依据这个，你知道地球自转1秒钟转了480几公尺，这种转的速度之下，你如果说是就从伊朗发射一颗导弹要打2000公里之外的以色列来讲的话，你不是说是定位的问题，你是这个时间你要算进去，自转的时间你要算进去。那北斗它会把这个授时的非常的准确，它甚至比 GPS 还准所以它可以很精准的在某一个等于说是纳秒等级，纳米的纳不是奈米，比奈米还小一级，纳秒等级。所以我觉得北斗因为有以上几种优势第一个它的这种卫星数目比较多，第二个它授时的会比较精确，那第三个在这种状况下它避免掉很多的干扰。当然这一次很明显的，伊朗它就转用北斗系统来作为它不管是它的导弹或者是它无人机来作为它定位的一个这种工具了所以才可以那么精准的对远到以色列2000公里之外目标做一个精准的打击甚至于那短的来讲的话，它的无人机打200公里之外，美军在波湾基地的27个基地，它也可以做精准打击。我觉得是跟使用北斗绝对密切脱离不了关系。好，这一场战争，后来这个伊朗是特别选用了北斗卫星来打所以现在得力于北斗卫星做了一个精准打击。其实呢，除了北斗卫星在这场战争上面对于中国大陆的北斗卫星对于伊朗有所帮助之外，还有实际的战力，现在是得力于黎巴嫩真主党。我们要来看到伊朗加上黎巴嫩真主党开始对以色列展开大规模的饱和攻击，发动了飞弹、火箭弹跟无人机。那真主党他出动的弹海战术是怎么做的呢？也就是在11号这一天的夜晚，特别发射了超过100枚的火箭弹，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以色列的铁穹就破功了，拦截率只有50%，甚至传出以色列的海军特种作战的总部遭受猛烈的攻击之后重挫。那初步统计现在也有死伤7个人死亡跟21个人受伤，数字当然都还在持续的统计当中。莫吉塔巴这时候说了，会跟美以奋斗到底，报复到底。再来，以色列则是说呢，这个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这个时候他出来说了，他说会对穆吉塔巴等人再度的发起斩首。不过他也坦言，要推翻伊朗政权的目的可能无法达成。我们先来看到伊朗联手真主党为何可以打破以色列的铁穹，而且呢拦截率只剩下50%。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是不对称作战，因为这个黎巴嫩的。我们讲的火箭炮、火箭弹大概1枚大概30万台币。那一个铁穹是150万，你拿150万去打这个30万，你看看所以你还不能拿1枚来拦截嘞。因为说拿2枚或者3枚来拦截它，因为怕它有漏网之鱼。你要知道全垒打王全垒打王，你看那个所有棒球的全垒打王最厉害的，经常被3振，所以你不见拦截得到那你这样子看，他30万的，你拿150万乘以450万去打这个30万，以色列就是我们讲到了，就是不对称作战。以色列付得起这个钱，但是问题是代价太高。他拿那个一个破，就好像你一个破烂车，结果你拿的是1000万豪车，2个去对撞，他破烂车反正他也不要了，但是你的1000万豪车没了，你要不要这样赌？所以他们打的是不对称作战。以色列应该搞清楚，这是不对称作战。他花了火箭，你还不能不拦截，真打进去死了人，这个找谁？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大量的打火箭弹，黎巴嫩真主党大量消耗以色列的铁穹。当然，以色列会不会用爱国者？不会，太贵了。也会用剑2跟剑3的反弹飞弹，也不会。会用大卫投石索也贵，最便宜是铁穹，那就拿铁穹来拦。但铁穹也贵啊，1枚铁穹也是150万是这个样因为拦截就是贵。是。然后我们看伊朗是怎么样？为什么叫黎巴嫩真主党一定要动？这就叫战略牵制，不然让以色列一直打我受不了，你就牵制他。就对他发射火箭弹，对这个以色列，就是以黎边境黎巴嫩跟以色列边境，你就是发射就对了，反正你便宜，
你越发射啊，以色列越亏，而且以色列的这些防空警报发放，一定要发放啊！你不发放，万一打死人怎么办？大家马上就地避难，是要这个样。所以今天这个伊朗被打，他一定会动用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跟在南边的红海南端的我们讲也门的胡塞组织，这两个一定会动。只是说因为胡塞组织因为没有船经过，又有船经过的话，他又拿翘了，是这样。然后我们来看呢，那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铁穹系统啊，消耗会很快，问题出在这个地方，但是补充很慢。你要做飞弹，做这些的飞弹没有那么快的，那你就是暂时消耗很快，跟美国的目前状况一样，赶快调拨这个爱国者飞弹从韩国，为什么消耗好快啊？我自己不够，赶快调拨啦。以色列会遇到这个状况，只是以色列不能讲，因为一讲的话，整个以色列的心环会崩溃，不能说，反正尽量拦截就对了，因为不知道能够打到什么时候。这个战略牵制跟这个洗脑会发生一些功夫，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可以撑得住，但是问题代价太高。它的这些高价的设施会被摧毁，它的高科技会被高科技的设施，甚至呢我们知道雅虎啊，这个亚马逊啊，或者是Google 啊这些相关的，也会这种高价的这些科技单位也会被这个黎巴嫩或者是伊朗做一个反制报复的一个目标。这以色列都要冒这个风险。好，伊朗的反制动作采这个不对称的作战。那穆吉塔巴为什么又趁势的在这个时候特别发文？因为消失了好一阵子嘛，又特别发文。老师怎么看？这个穆吉塔巴啊，目前为止我可以跟大家保证啊，它是基本上是安全的，曾经受到过攻击，但是没有受伤。因为这个纳坦雅胡说的嘛，他可能要对他进行再次的斩首嘛。对，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搞得清楚。那在 X 平台上发表了，他用一个蓝色的标记注明它是真实的嘛。但是的话呢，他不会轻易的露面，但是他要讲述他的原则。但是他什么呢？我今天看了以后呢，他就是有2张照片嘛，一张照片的话是他在上面，后面是金光万照，然后底下是他爸爸嘛，大家不要忘了，这个就是什叶派就是大阿亚图拉的继承嘛。原来这个什叶派是不流行这个父业子承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没办法，他是最想复仇的人嘛，的国仇家恨，他家人被干掉8个人了，所以他心里会觉得说非常难过。只要他有出来讲话的话，那个川普跟这个纳坦雅胡都非常讨厌他，因为这个觉得伊朗这个印查麻烦的搞不定了。那另外一张图片的话呢，刚好就是科梅尼这个他爸爸哈梅内伊还有这个穆杰塔巴3个人排在一起嘛。这个对于这个伊斯兰教来讲的话呢，科梅尼就是神嘛，他爸爸应该离神也不远。那他现在继承神的位置，所以构成要强调内部的团结但是不能够露馅呢。一露馅的话呢，因为我告诉大家，以色列那个摩萨德为什么在伊朗特别厉害？大家要搞清楚我查了一下，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建国的时候，有1/3犹太人从伊朗回去的。哎呀，全世界的犹太人很多那中国的河南开封有犹太人我都搞不清楚。我在看网络的时候，发现开封的犹太人很爱以色列那莫名其妙，怎么过了1000多年了，他们很爱以色列，戴那个小帽子在里面祷告什么的。那这个说明了一件事情这个以色列的间谍特别厉害，就算你现在长得一模一样，对不对？搞不好还当将军呢。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以色列摩萨德当然厉害，所以说伊朗就必须要小心一点了，对不对？然后这一阵子的话呢，难得。但是他这个儿子就是这个穆杰塔巴，他宣布此次为圣战，对那这个就没有回转的道路了伊朗来讲的话呢，鱼死网破。所以你刚刚问的很多问题就是说那个一个不要命的，那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就跟你打到死活为止就我就是不活了。我记得这个伊朗现在打这种战争，有一点点像我们原来抗战的时候，突然激起全民抗战意志的时候，一寸山河一寸土的那种感觉，那种气势慢慢出来。虽然伊朗比起咱们这个命运比起来，我们这个中国人命运算是好很多，但是他目前面对的一个亡国灭种的一个压力，它确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有这个领袖这个叫做穆杰塔巴，就是要引导这个伊朗的发展。好，谢谢袁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这
这场战争也造成了现在全球的油价狂飙，那当然了，也重挫到美国的经济，美股暴跌之外，美国的物价在此刻创下了半年来的新高。川普无视民生疾苦，还大喊说，这个时候油价高涨，美国反而可以赚钱。另外一方面，川普的孙女则是高调的逛全美也是最贵的超市，遭到美国人怒轰说不知民间疾苦。好，我们要赶快来看到的是，确实哦，在伊朗的封锁荷姆兹海峡之下呢，全球现在准备接受的就是会不会如伊朗所喊的，接下来的油价会来到1桶$200的石油价格呢？国际能源总署已经特别示警了，这一次供应冲击的规模是超过1970年代当年的石油危机的。现在只有一个人不紧张，就是川普。他说油价上涨，美国会赚很多钱。相较于川普，我们来看到川普的孙女，18岁的孙女凯伊，她还高调的在这个时候去逛了美国最贵的超市。这间超市呢，她就在这边大肆的采购，然后呢还把它 po 上社群媒体，一边说哇这边食物怎么这么的贵啊等等的。这一家超市在美国贩售的东西都是非常高价的一些单品，像是里面有$21的一杯冰沙$21，或者是说一颗草莓要$19等等的。这个影片呢，他孙女 po 的影片一出之后，被网友怒轰啊！我们普通的美国人连基本的食品都买不起了，你还 po 出这样子的影片，被视为是不食人间烟火吗？再加上这个川普的言论，将军怎么看？第一个川普讲的没错了油价上涨，美国确实是会赚很多钱因为美国自己本身是产石油的。可是他没有讲清楚的话是，美国谁赚很多钱？是美国的石油厂商会赚很多钱，但是美国老百姓会因为通膨来讲的话，会付出更多，生活会更加的疾苦虽然说美国有产油，可是油这种很特殊的，它如果说一旦这个通货膨胀来讲的话，是全世界不管你有产油国家或者是没有产油国家，同样都会受到通膨的连累，因为货物运输这个都要靠石油嘛，甚至于我们很多的这种石化产品都是要石油提炼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得了这个通货膨胀的灾害。所以我觉得川普讲这个话当然只是针对美国的厂商会赚钱可是美国老百姓却一定会因为通膨所受苦。那美国打这场仗由于现在荷姆兹海峡被伊朗封锁，我觉得我自己的研判当这个荷姆兹海峡伊朗用这个水雷的方式去封锁的话，我觉得短期之内很难美国能够重新去排雷，重新去开放这个荷姆兹海峡的通行的安全，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是，所以这短的时间可能是1-2个月，长的时间可能经年累月的可能性都很高。所以后续来讲，你会看到，包括到 IEA 这个虽然说释出了40亿桶的石油战备储量，可是将油价想要压下来，也不会就是1天的时间，第2天油价又弹上去了。到现在为止，我们现在看到的油价还在往上面在走所以虽然释出了这些战备储油，但是油价短期间，我想这些油商应该看得很清楚。当荷姆兹海峡用水雷方式部署是很难有一个这种缓解的机会了。那川普的孙女这时候去逛超市，你知道，如果说美国川普自己引起这场战争，那你美国是不是属于战时？虽然说你自己国内并没有受到战火的波及可是毕竟来讲的话，大家都知道，美国跟以色列现在联合起来在打伊朗。然后也因为打这场仗会石油被封锁，荷姆兹海峡被封锁之后，大家都知道一定会造成通货膨胀。那前阵子川普自己因为搞一个关税，美国因为已经通货膨胀，很多美国的老百姓都在讲说生活在斩杀线。也就是他人生，如果一旦生个病，可能他人生这个房贷、车贷什么都交不出来，马上沦落到街头。很多民众是生活在这种斩杀线的这种边缘状况之下。那你这个时候，你孙女这时候跑去炫富，跑去这边，那一副何不食肉糜？哎呀，好贵哦！我觉得这是炫富的心态了。当然，我相信你绝对花得起，你也有这种本钱去花这个钱。美国有很多有钱人，因为贫富非常的不均嘛，这个90%的财富集中在10%的人手上。当然有很多人可以去这种高端做这种消费，可是看在一般的民众眼里面就有一种相对的剥夺感。尤其是说这场战争如果因为石油造成美国自己通
通货膨胀更严重的话，那老百姓会记恨谁？把这个气就发在你川普身上嘛。那我试问一下，如果说是这种心态，美国老百姓是这种心态的话，你川普期中选举，你到底选还不选？所以我觉得这个他孙女做这个动作，看在共和党的党员眼中哦，那真的是这个心里头有苦说不出啊。对，好，这个油价的部分会直接的影响到川普接下来期中选举的选票哦，因为油价造成的通膨还有物价一起高涨，这个是川普要担心的。但是其实还不止于此，我们来看到金融市场也直接反映了哦，美股是全面重挫，包括了这个3大指数啊、科技股等等。那还有就是能源的价格现在在不断的飙升，结果受害的还包括了这个川普的支持者这些农民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包括了最新的消息，化肥的价格在1周之内竟然飙升了30%，美国农民崩溃的说，最大的噩梦来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间接的影响，就是美国整体的食品价格在半年内呈现了最大的一个涨幅。这位是诺贝尔的经济学奖得主，他也特别做了一个示警，美国经济他说会走向末日4骑士。好，哪4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讨论的油价之外，还有粮食价格，再就是经济成长停滞，全球局势混乱造成的这个停滞性通膨会很严重。那么连川普的支持者也看不下去了。热门的 Podcast 主持人这位是乔罗根也说呢，这场战争实在太疯狂了，美国人感觉被背叛，因为呢，你川普在选举前的时候说，我不会在海外发动任何战争的，结果到现在马上的自己开启了新的中东的战争。岳老师怎么看？这位经济学家叫做史蒂格里兹啊，他是有名的啊，非常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我们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不要从川普的角度来讲到美国的经济。讲到美国的经济，要讲到全民的生活指数。我们以前一直有印象，就在美国生活的很好，但是其实美国赚钱很难啊，想要赚美国人的钱是非常难的。大部分人都是在自己赚美国人的钱到美国去过日子。那因为美国讲起来不是很贵，美国进口很多东西，我们从小就有这种印象，就是你在美国买台湾货的话呢，又好又便宜，这个大家普遍都有印象。尤其是我们很多人都有朋友住在加州，这感觉上特别明显一点啊。他们也愿意告诉我们美国的生活。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首先这个虽然美国是最大的石油输出国，会赚很多钱。刚刚我们厉将军讲得非常清楚，那是谁赚很多钱？一般老百姓的话呢，你就面对了油价高涨的问题。那另外的话呢，我觉得真的比较严重的问题是粮价。粮价包含你吃的东西，通通都会上升这个价格。因为你刚刚讲到那个化肥的话呢，本身的话呢上升，就是因为美国本身不从事生产，大部分都是进口。那现在的话呢，这个各式各样的东西的话呢，就是在贸易上出现很多问题。那川普会搞得一塌糊涂。那个经济的话呢，全球的经济都是普遍下滑。现在来讲的话呢，今年你可以发觉说，就是连中国不打仗的经济，它在往下调。对不对？4.5到5，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大家对于经济的前景的那个预期啊，就不会太好。那另外的话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真的很严重的问题是全球混乱。全球混乱导致于大家战后的秩序就已经失去了。战后的秩序的话呢，我必须严格来讲，1945年以后的战后秩序是美国建立的。啊，大家今天的话呢，我们活在台湾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我们能够有今天，很多人觉得很幸运，但是基本上就是活在美国的秩序底下。那今天的话呢，那个全球混乱当中，美国秩序没了。啊，美国秩序没了的话呢，就进入一个真空的状态。那你相信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所以美国人普遍来讲，他们感触最为深刻啊，对不对？因为美国本身，我首先讲到，美国的军人就没有那个实力，美国的军人的素质，就是高中毕业已经没有犯罪记录，那这个叫什么素质嘛？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美军，然后美元又受到很大的挑战。然后再加上美国梦的话呢，大家会觉得越来越不像梦想。所以说，对于美国整体来讲的形象，我自己个人我讲一句由衷的话，我一直认为，美国只要萧规曹随、安安稳稳的啊，就管这克林顿干了很多坏事，但是他把国政搞得很好，那要追上美国还要50年。但是有川普这一搞的话呢，大概5个月就差不多了。好，那在这种局势之下，这么多的问题，接下来的期中选举对于共和党还有川普的影响，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会有影响。那个我们可以看，首先就是人员冲击，人员冲击会冲击到经济的这个方面的表现，会造成通货膨胀。因为所有人员啊，就算是这个工厂的东西，它不用人员，但是你运输这个原料的进来，这个要运到这个市场去出售，这还是要交通，还是要人员呐。
你不用能源的，你也要能源。你就是农业不用能源的，但是你的拖拉机还有你的运送还是要能源。所以呢，这个能源价格一上涨，就会带动所有的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就会来。那美元也会贬值，美元就一定要降息啊！你降息，美元就贬值，就这样。那我们可以看整个的经济表现就会向下修正。所以看打多久，现在结束还好，但是我们知道战争的影响会不是立即的反应，这些经济会滞后延后反应，不会说我们今天是他那个美国跟以色列打伊朗，的整个物价上涨，不会。你现在大家把石油拿出来，把战备储油拿出来用，所以还没有感觉。你继续打下去，是不是人战备储油都没有了？那你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这个就是事后的反应。就我们感冒第1、2天没问题，你已经感冒了，这是第5、6天之后感觉很严重，这个时候征兆就出来了，就是这个状况啊。那现在大家还感觉到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我们来看，川普就是他战线看太多，格陵兰的问题，一下又是委内瑞拉把马杜罗抓起来，一下又是这个伊朗的打那个这个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组织的问题还没有这解决，现在又打伊朗。去年2025年6月打了伊朗，现在又打伊朗，你现在战线开太多了嘛，准备又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所以很多事情呢，看线开太多，贝多利分，你通通都做不好，那会不会影响到秦州的选举？今年这个11月3号的选举，当然会受影响啊，这个要交成绩单。大家认为你这个川普好像他的这个当初判断都很多事情做判断都错误关税战也打得不是那么好然后这个伊朗战争说要打4天呢，结果现在已经打了14天呢，还是这个状况就一国作气，现在变成强弩之末，要调拨这些精准弹药，都会让美国捉襟见肘，没有一举奏效，后面就会夜长梦多。那现在面临的就是这个状况，就3件事情就会带来压力。第一个，这个牺牲人数会增加，打仗一定会有牺牲的，那川普的压力会越来越大。第二件事情，这个伊朗政权的更迭没有做成，这是他战略目标，结果把这个哈米尼打死了，结果这个穆瓦塔吉出来了，穆瓦塔吉打完之后还有另外一个，他会有一个接续这个代理人上去的，所以你这个还没有办法，他想要人民揭竿而且推翻很困难那第3个就是伊朗的浓缩铀又把它废除掉，到现在为止这方面还没动作。对，所以川普要交出这成绩单，困难度非常的高。当初目标定得太高，能力其实不够。那现在的话，会造成一种我们讲的后面的疲劳战，后面的报复战，会这样子一直到最后面变成消耗战。那这样的成绩单就不会交得漂亮，会势必影响其中选举。好，谢谢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伊朗民众的怒火现在全面的爆发是不是川普所激起的？现在伊朗在于本土还有在全球的民族圣战呢？另外，我们今天也会特别来关心到的是伊朗的攻击，还包括了在中东地区的海水淡化设施，也要一起来陪葬吗？再来就是美国本土会不会最后也沦为战场？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先来看到这个穆吉塔巴，伊朗的最高领袖，他这样说的，绝对不会放弃为烈士做复仇的，包括了除了穆吉塔巴出来说话之外，还有他们的什叶派最高的宗教权威就是大阿亚图拉了，也呼吁国家要一起团结来抵抗。而我们看到这一场战火在空袭之下，美国跟以色列的空袭之下，已经造成了他们很多很重要的一些历史文物受到强烈的轰炸，包括了14柱宫，还有阿里卡普宫等等，还有他们的世界文化遗产。伊朗学者是这样痛批的，他说摧毁他们就是抹除我们的记忆。纽约时报也这样做的评论。伊朗的民众看到这一些的文物被轰炸，他们的愤怒已经到达了临界点，疑似是在蓄意认为他美以的动作疑似是在蓄意摧毁波斯文明的身份的认同。苑老师怎么看？会不会在这个穆吉塔巴跟他们的重要的最高宗教领袖的这个号召之下，激起伊朗前所未有的一个民族团结？接下来的报复规模，尤其圣战，有没有可能更猛烈？老师怎么看？我觉得一个9000万人的国家的话呢，由他们最高的这个大阿亚图拉
就是穆吉塔巴里面宣布这个圣战啊，这个力量真的不容小觑，而且这个我觉得这个川普根本没有想到。那现在的话呢，我跟大家可能会讲的40柱宫啦，或是这个阿里卡姆宫啦，古列斯坦宫啊。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里面找到照片，就可以说是那个整个是波斯文明最重要17世纪以来最重要的。那好有一种比方啊，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北平的故宫完全被炸平，或者说是我们山东的曲阜当中的孔庙、孔林跟这个孔府通通被炸平的时候那对中国人来讲的话呢，基本上的信念都完全没了。那就等于是这不单纯的是这个灭种而已你这是消灭的文化，抹去我的文化记忆那我觉得这种的话呢最可怕，尤其可怕的话呢，目前这个伊朗面对它有3种情况是极其可怕的。首先第一个这个穆吉塔巴的话呢，他所面对的是这个家恨跟国仇都放在一起，所以他宣布圣战，他是最重要的一个复仇的代表人物，对不对？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这个伊朗发觉说，原来你要搞死我，你把我所有的文明中得意的部分，因为大家要了解波斯文明是个3000年的文明我们的哲学史的话呢，就是从这个大家都知道，常常在讲修昔底德陷阱叫做佩罗奔尼撒战争，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雅典跟斯巴达的话呢，他们共同的敌人就是波斯民族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时候所面对的波斯征服，所以说整个哲学的发展、历史的发展、西方历史的发展，都跟这个伊朗今天的伊朗，也就是当年的波斯是完全在一起。然后第3点的话呢，全世界的人只要有一点正义感，都会发觉美国这种国家哪有资格当泱泱大国，根本就是偷袭骗杀。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这一次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美国从来也不好意思找盟邦来支持，那盟邦也不会来支持。美国有很多盟邦对不对？原来的话，每一次打仗，我看了都在联合国还假惺惺的表决一下，然后派出联军。那现在都没有了，就美国自己一个独立作战。你认为美国独立搞这样的，国内就乱七八糟那国外的话呢，就认为是根本就不正义。我们哲学里面讲说，孟子说打仗还有义战。义战的话呢，对于鼓动士气非常有帮助对不对？那你现在的话呢，这场战争不正不义，所以我们刚刚才出现那种福特舰动不动就失火厕所不通这个小问题构成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发展，有人反对吧？美国这种做法有人反对嘛？好，这个是美以针对于这个伊朗他们的文化遗产的攻击，掀起了伊朗内部非常大的一个民族团结的一个士气也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之下，伊朗持续的轰炸，他现在锁定的下一个目标来自于 CNN 的说法，就是在中东波斯湾国家的海水淡化设施了。画面上我们请导播 take 这些所有的国家，包括沙乌地阿曼科威特、阿联酋等等，都是依靠这一些海水淡化的。那么如果真的被这个摧毁的话，就会直接升级成民生浩劫。将军怎么看？我就补充一下其实我们军人打仗有一些东西是不打的。第一个，比如说医院你是不能打的，救护兵你是不能杀的，所以他们医疗救护车上面都画了大一个十字，那不是给敌人的狙击枪瞄准，那是告诉你说我这是救护车，你不能打。这是这个国际有相关的公约是。另外还有一个不打的，就是文化不打。你知道2次世界大战里面，你看巴黎打了没有？没有打这个巴黎他们就整个城市，当然法国知道也打不过了，他宁可保存他的文化，他整个撤出来。然后这个我们跟这个北平也是一样，傅作义那时候就不打，就直接撤出来，那是为了保存文化所以有时候我开玩笑讲说，如果2个之间开战，什么地方最安全？你知道，故宫最安全，故宫最安全因为2岸之间大概不会。那以色列这时候居然去打人家伊朗的古迹，这是非常非常恶劣，就彻底，这已经不是说这个只是一个军事上的冲突，整个彻底要将这个所谓伊朗的文明将它消灭掉，因为这可能牵涉到彼此之间宗教的仇恨所以譬如说是是不是再有十字军第2次的再一次的东征那种心态，我觉得这东西不可避免，因为他们在这古迹上面，他都盖了蓝色的布嘛，表示我这边是古迹嘛，你不要打嘛，对不对？这是人类的文明嘛。但是以色列讲照样炸，可见的我认为以色列是故意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这个伊朗的文明那我们讲到这个淡水，其实在这个2003年的那时候，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那会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会不会去攻击淡水厂？我觉得可能性很高这不是没有发生过。当初伊拉克去打科威特，最后被美国打败走的时候，
他怎么说有多恶劣？他就把所有的石油要把一把火烧掉，烧了好几个月，那时候造成你这个全世界来讲的话，石油的危机。第二个，他将这个油倒到波斯湾里面去，造成那个海水淡化厂的这个没办法做海水淡化，你就没办法取得淡水。所以整个科威特90%要用的淡水都必须要用运输来。那我认为这是，如果说你把伊朗逼到狗急跳墙，狗急跳墙我觉得他去攻击这些海水淡化厂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双方已经杀红了眼嘛，那以色列来讲也扬言要去攻击伊朗的产油设施，然后让你的油没办法卖出去断掉你的国家经济命脉，那你断我经济命脉，我就断你的民生设施，我就将你用水全部这个海水淡化厂打掉。那对伊朗有没有影响？会不会攻击伊朗？我跟各位讲，伊朗还就是它淡水也缺可是它毕竟它是一个内陆国家，它本身有相关的这个海水有相关的淡水设施，比如说它有地下水它有河水它还有相关水可以饮用，所以它不受这个威胁。但是海湾这边国家以前他们都是本来就是在沙漠嘛，它大概在还没有工业化以前，还没有商业化以前，大概水都还够用大概挖一些井还够用。但是你看看现在我们不管讲杜拜啦，或者是阿联酋啦这些工商发展到这种程度包括石油的提炼，包括到旅游观光业，你看那用水量有多大？那如果说这个水一旦将你这个海水淡化厂攻击掉，第一个受伤最重的可能就是观光产业，你就做不了。第二个当然相关的，包括到科技的产业，包括到石油的产业，都会受到很重的打击，因为短期之间你没办法恢复，人没有淡水他就活不下去。所以我觉得，当你这个把伊朗逼到狗急跳墙的时候，他这时候就威胁你，他确实会做这种动作。那当然，如果做到这种情形来讲的话，我觉得战争确实是已经失控了。好，那狗急跳墙的伊朗，那下一步还会有什么呢？其实美国现在也在担心了，会不会引爆的就是在全球多国，包括美国本土被攻击的圣战行动。这是来自于 FBI 特别警告的，伊朗可能会用无人机去打美国西岸，也就是对加州来发动攻击。那现在已经发生在美国当地的事情，包括有校园的枪击、犹太教堂的枪击、美国使馆遇袭，还有雷根机场出现可疑的爆裂物，全美安全的系统现在已经是高度的戒备了。张将军怎么看这些现象？我认为这个是外溢，这是当然这个战争的外溢出来，会影响到社会层面、百姓的层面，还有美国内部的状况。那现在，伊朗已经成功转移，将这一次的战争转移到3个方向。那这3个方向怎么样？第一个，这是民主的圣战，伊朗9000万人，我们大家这是他要准备对我们这个伊朗实施屠杀，把那个168个小学生被炸死的都做文宣，一个那个他的遗体一个包包拉好好的，场面非常的好大而哀戚，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伊朗就成功的转移，这是个心理战的动员，心理的动员，伊朗也在做了，这就是民族的圣战，他把它定位成民主圣战，那让伊朗都团结起来。现在伊朗里面内部几乎已经没有游行示威抗议都没有了。现在大家已经都变成反美的步调去走，这就是定调为民主圣战。第二个什么圣战？宗教圣战。因为全世界穆斯林人口，因为伊朗是穆斯林的，全世界穆斯林人口总共19亿，全世界穆斯林的国家就是以穆斯林为国教的50个，你包含阿拉伯半岛，包含北非，包含东南亚，包含我们不远的印尼也是穆斯林的，2亿7千万人口也包括了马来西亚也是穆斯林国家全世界穆斯林国家，因为穆斯林回教是全世界人类第2大宗教，基督教完毕就是所以它影响力非常大。它定调为宗教圣战，那不一样。这19亿人口会不会出来？这50个国家会不会出来？都会给美国非常大的压力。那美国压力一大，内部就会有一些东西。那第3个，它定调为文化圣战，因为世界遗产。因为这个伊朗，我们的这波斯文明那波斯文明它有很多世界遗产，那现在都被炸毁。这个就是一个文化圣战大家要起来所以这个伊朗成功的把握作为一个心理的动员，会被美国很多大的压力。那美国外溢成怎么样？它的内部会造成对立，会冲突，会不会有枪击事件？